现在是9:19，然后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我飞机是我这边的礼拜天，时间真的过很快哦。那尤其是长大之后，20岁之后，我发现越来越忙了之后，时间直接是用飞的这样子，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小时候觉得一年一年其实蛮久的哦。我其实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想要让时间变得多一点的话，你就不能让自己那么忙，因为时间它是一个，我觉得跟体感跟概念有关吧。就是说，你如果越忙的时候，因为你时间都在做事，你会觉得时间很不够用。但是当你很闲的时候，你可以感受每一秒的存在这样子，然后可以去慢慢的体会当下啊等等啊，然后让自己比较放松啊等等。我在想，可能跟小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吧，因为小时候我们不担心钱嘛，虽然没钱，但不担心钱你至少有一点零用钱。然后我们的兴趣可能就是去打球啊、玩玩具啊、活在自己的世界啊，然后去做一些上课下课啊，然后去体验这个世界啊。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忙了，然后随时都很紧迫，然后感慨一下，因为30岁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纪啊。因为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过了20岁之后，好像这个青春就要结束了，但是对30岁来说，好像又是另外一种青春的开始。因为在30岁以前，你好像没钱嘛，没钱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在没钱的情况下就已经先花钱，或者说你可以选择你愿意花这20几岁的时间，甚至5到10年的时间去来让自己成长，然后在30几岁的时候你会过得更好一点这样子。对，因为以我现在看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这2条路嘛，要么就是20几岁都在玩，那30几岁一样都在玩不然就是可能20几岁都在拼，然后30几岁真的就是会有更好一点，你可能拥有一个很不错的事业啊等等，有一些成绩啊等等的。好，现在已经21分了啦，那差不多等一下就要去咨询了。今天的咨询只有1位，然后接下来明天还有2位，然后这礼拜就结束了。我已经把那个免费咨询的那个页面已经先暂时给关掉，因为第6班次已经差不多满了，所以剩下这3位，好，差不多要开始咨询了 ，Let's go。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很多客户都很想要省这些钱，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想要自己做。我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想要自己做的话，那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先可以不用理这一些客户，因为代表这一些客户他们的钱不多，他们赚的也不多嘛，对不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可能接触到的潜在客户的量可能还不够大。是 Mark， 我跟你讲，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发现我近年来接到的客户比较多都是那一种要做品牌出海的才会来找我。对，可能不一定是往欧美国家，就有一些例如说那一种会需要往东南亚，或者说就是简单来讲看起来不 local 的，就是不台湾 local 的那种品牌，他们都会很容易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慢慢的去往例如说全方位，又有说品牌出海，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以前待的公司也大部分都是这一种，你知道吗？其实但是都做的，我自己觉得做的不是很好。当然啊，对，我所谓的做的不是很好，就是像很多的公司，他们都会去接到 marketing 的部分，但重点是他们做 marketing 这一块又不是强项，都会去例如说比如说先买粉啊什么东西，然后后来都没有办法让业绩增长。对，那这个就是我自己有在思考，就是说我可能明年的时候有可能会自己做一个 demo， 就是创一个例如说从我自己创一个品牌，然后可能去在这边做电商。如果我存一点钱的话，我可能会去测试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 demo 做起来了，一方面就是说在过程之中我就可以学到很多，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品牌在欧美这一些边的市场，透过品牌、透过营销、透过很多的商业模式等等的，让它去真的赚到钱。你看，你也了解这个行业哈，你这个行业为什么说每个设计师的路数都不一样，每个设计师都是不同的武功了。是。我跟你这么来说，吕凡，你现在做的设计和你现在做的设计风格和广告的风格，其实跟我以前非常像。啊，是。就是我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太老实了。哦，是。
我们非常的 stable， 我们的东西不够大胆，我们的东西做的东西相对来说都别人能说得过去，东西也很稳，但是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已经是 pass 了。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意识到，就是我的东西好像没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子，但以攻的部分又好像都是，例如说比例什么都很漂亮，但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呀，所以说你要打开你的胆量，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形式上、从思考上入手。如果说你的思考是对的，有可能你的设计不对，你的图像不是好看的，但它的逻辑对就 OK 了。因为比如说你之前都从形式入手，你要这个 logo 是好看的，这 branding 要好看的，但是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 tight。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紧。那如果说你的思考对了，它生成出来的逻辑和图像有可能不是那么美，但是你整套系统的 system 是对的，你依然是对的，你大胆打开就 OK 了。Whatever, just let's do it， you know。因为你从近代100年来看，设计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错的，就是你想超越任何别的设计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为什么？因为信息爆炸了，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这个时代的炮灰。那你有什么可怕的？那你就做更可怕的东西嘛。你说的也没错，我觉得这个概念还不错。every day you 你做的东西其实都是垃圾，我做的也是垃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像很多年前的人做的那么经典，那意味着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那我们为什么不做的 crazy 一点？这位设计师呢，他是我在纽约的一个，我认为是我的一个贵人呐。就是他当初呢，就是看到我作品其实还不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不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嗅到了一个，他觉得我的身上有中国人常说的狼性。狼性这2个字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共鸣啦。我在想，就是他说他跟我一样，当初都不是什么有家庭背景，或者说过得太舒服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出来闯。然后他说他看到我，好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这样子。我觉得他是真的在设计跟品牌还有很多市场跟商业上面有很多非常不同的观点，而且很多国际上面不同的，像刚刚他其实都有提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操作方式跟商业模式，以及他们不同国家的设计等等的，他的眼界是非常广的，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地方。有可能我自己都还没有办法看得这么广这样子。那真的，如果你要看得这么广，你去研究到各个国家的这些设计的趋势，或者说这些任何的文化、历史之类的东西，他真的都懂，真的很厉害。对，所以我很多东西真的都是从他的身上学到的。那我觉得在纽约这边可以认识到 Mark， 也就是这位设计师，其实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荣幸啊。所以 Mark，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真的 shout out to Mark。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觉得我的设计没有办法这么飞速的成长。所以我在纽约的很多设计的成长，很多设计的不同的思考跟思维的变化，然后可以打开这个世界观，在设计上面或是品牌上面，跟甚至是品牌营运跟商业上面，我都觉得，甚至身为一个设计师该怎么样去往前走，我都觉得非常感谢你这样子。哇！我刚才运动回来，刚去健身房，现在整个人超热，但是又想说，等一下要整理这一些行李箱还没收完，然后我就想说，还是就先不开冷气，还是就是先热爆再说，反正现在全身都是汗这样子，那等一下也会流汗。那我预计是要今天把这个行李箱给收完，但要收的东西应该也不多啦，只是说我很怕忘记朋友的东西，要给亲戚的东西，或者说创作需要用的东西，例如说麦克风麦克风我已经收好了，但可能还有一些灯简便的灯等等的，哇，真的好热。
所有的点每个点都要摸得很漂亮。哇，到台湾了，这是我家，这个是我在这个永和这边的一个租屋啦。以前我其实住过这一边，然后也有很多的回忆在这边。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点kind of reset， 就是有别人住过了嘛，然后很多东西也都是，当然有一些旧面孔，像这个架子是我以前买的，然后还有这个灯，但也该换了，但是橡皮筋都松掉了，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我是打算IKEA全部搞定了，因为这一间房子不知道也会租多久，你知道吗？所以觉得就一切重建，也不需要买到太贵的东西其实现在因为时差的关系，我昨天晚上8点多就昏倒，晚餐都没吃，这样因为昨天一整天在整理这个家，然后也请了这个清洁阿姨，然后来帮忙一起去整理这个地方，这样子，他们真的做清洁的很专业，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请，因为我以前请不起，但现在第一次花这个钱，觉得非常值得这样子。我大概讲一下它的价格就是它是算1个小时500块。然后算便宜，我觉得算便宜，但是那个价格也就在那个区间啦。然后它就大概是3点半来，然后到我记得是7点多，反正就最后是加起来是这个4个半小时，我就给了他这个2500这样子。然后整个家终于变得可以住，不然的话昨天我下飞机5点下飞机，然后到现在的话完全没办法睡觉，也没办法洗澡，因为家里真的是闲置了2-3个月，所以就是太脏了。我就因为整个家是没有人住的，然后我租金还是一直在付，对，然后太脏，所以来这边的时候大扫除，地上也会有一些你知道小虫的尸体什么的，其实蛮恶心的。对，那现在的话搞定可以住，然后很舒服，冷气也是新的，然后风扇也是新的，对，我觉得 everything's good。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阳台。这个家呢，很棒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大概1坪大吧，1坪左右。对，2个人站然后就满了。你看一下，这是我的阳台。来，看一下。OK， 我们现在到外面了，这是我的阳台，是还不错吧？小小的，其实很小，就2个人站然后就满了。这样子就真的非常小然后给你看一下窗外的风景。然后这边是看得到下面的，这个是在巷子里面的巷子，所以其实是蛮安静的，还不错。对，然后这里还有插座，所以之前有时候如果天气凉的时候，在那边放个托盘，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放几张椅子在这边。OK， 那我现在呢，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这个户政事务所去户籍，然后呢再去用这个银行或是健保卡的东西因为健保卡要暂时被停了。那话不多说，整理，Let's go。我现在租了一个 Waymo， 就是这边的电动车，看一下，对。要去吃早餐，跟不停的端影片剪辑师第一次见面，都住这边。OK，let's go。有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不停的短影片剪辑师。
放给我上。Ayo God, this is crazy. OK， 现在早上呢去运过动了，去报名了附近的一家健身房，买了一个月卡这样子。那健完身之后，然后又去拿了我去修这个皮鞋，皮鞋要拿去贴底，然后皮鞋贴底完，然后我的墨镜也做好了，给你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之前从 Miller 买的一些墨镜，然后你全部拿去配这个度数这样子。我直接快速戴给你看一下，像这一副我是最喜欢的，它是这一种，然后我让它配了一个烟熏蓝，然后有一点点渐层，看出去觉得还是蛮清楚的这样子，所以就看起来有点怎么讲酷酷的，但是又没有完全 block out， 所以你其实看得到外面。我一直想试试看这种镜。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一个是比较浅的，蛮北蓝的感觉，但是很明亮啊，因为它是橘色嘛，戴起来就很明亮。一个蛮潮的一个感觉，有没有橘色？剪头发啦！昨天去找我的这个在台湾都会去找的一个设计师叫雷诺，我是蛮推荐的。他专门剪那种韩系的男生头，所以如果你是男生，然后你觉得你走的路线是比较韩系一点的发型的话，那我蛮推荐可以去找他的。他很多的工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就例如说像这个，他有烫一个根，他说有烫一个扭曲，所以让它线条感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很多韩国的那种技术就是让你做了又好像让你看不出来，你知道吗？但是它可以去让你的头型去很加分，去主要去 focus 在让你头型更漂亮。来享受一下这个来自这个 local 的冰美式外送，买的时候买一送一啊，试一下。反正今天都在家里喝咖啡，刚好就冰在冰箱。对 ，local 呢，其实他们的也不是说主业吧，应该说这是我在想是一个支线。那他们其实是一个设计公司，台湾的，然后很厉害。我其实很欣赏这个，我记得叫 Brian 吧，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他们也是有带过国外，然后做过很多大案子。然后我记得，台湾的这个太空局还是太空署，然后那个 branding 也是他们做的，我记得啦。OK， 那现在我想聊一聊，我其实蛮害怕在台湾拿出相机或是手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有一个压力在，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好像。旁边的侧目会很严重，大家会很敏感，然后再加上我在Twitter上面又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公审别人，所以你就很怕，就是例如说你拿个相机在那边拍，你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旁边突然侧拍你，然后去公审你，就是说现在都不用注意大家什么肖像权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各种，就是那些人要弄你，他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随时可以找任何的理由去弄你。因为有一次我有看到那种有人在路边拍穿搭，他就放在那边然后路过的人走过去就说这干嘛？这里是路边呢，就这样，然后就被录进去了。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路边怎么了吗？路边创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也没有说碍到你还是干嘛的，他就只走过去了，也不是不让他过，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蛮紧张的。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习惯有镜头存在，所以为了跟很多朋友好好的交流，然后好好的，很多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来宾啊等等的，那就会去觉得就是把重心放在聊天上面，然后也不太敢就是说拿出相机，因为如果说因为我是用那个 Sony 的相机嘛，如果真的放那个相机，有放在旁边就很大一台。对，那我有想说要去买那个 Insta360 Go Ultra， 最近刚出，就是小巧的那个拇指相机，可以吸在贴的东西上面，然后就拍。但目前还没有现货，我有打去经销商问，就直营店我有打去问，然后他们说还没现货，这样，不然我就会买了。我愿意牺牲画质，然后让大家感觉不到相机的存在，
这样子啊。最近其实刚回来差不多10天了，然后也都是在跑这一个公务啊，就例如说我这一个今天刚早上才去跑这个外交部去更新我的护照，然后最近还在搞这一个开公司的事情，因为事情很多啊，然后工作也很多，反正就真的很累。OK， 我知道今天早上我才去办了这个护照，因为我英文名字，然后有去更新这样，反正就是跑了一趟外交部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收到我的好客户兼我的好朋友是这个 Ed， 然后他是做这个维纳斯冰淇淋，就是微醺冰淇淋这样，然后就收到了，真的哇！你看到自己的案子，看到自己的做的这个品牌案印在这一个纸箱上面，就会。其实特别感动，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来稍微开箱一下了 ，Let's go！ 哇，厉害的，这是什么口味？上面有写吗？它这里写兰姆葡萄威士忌冰淇淋、草莓樱桃芥末花冰淇淋，然后焦糖巧脆盐之花，哇，好多啊！等一下，我们这要吃巧克力白兰地，然后还有这一个精致抹茶，哇，谢谢 Ed，shout out to Ed， 哇，我晚上有的享受了。我这现在呢刚起床不久，然后家里来了这个 IKEA 的家具，然后现在要来组装，结果忘记买了这个工具。好，那因为这个空间呢，其实也还是有点 messy， 就是很多东西是没地方放的，所以买了一些层架等等的，等一下去看怎么样去收纳。然后昨天也丢了一些旧的家具，这样子。OK，let's do it。OK， 现在有点累，然后已经我看一下现在几点，我 check， 晚上6点8分了，等一下出门跟朋友吃饭那大概给你看一下目前这个有更新了哪一些东西。我暂时呢先把所有的纸箱一些垃圾放到这个小阳台外面先堆着。那今天呢因为也没空去丢垃圾啦，时间赶不上，等一下去吃饭嘛。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OK， 好，我给你看一下，这次买的这个椅子啦。桌子就房东原本给的，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很老式的那种办公桌。那这个椅子呢，是我买了一款最便宜的。为什么买最便宜？是因为我其实也才来2个月嘛，然后之后的话，可能我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在纽约，回来可能就2、3个月，那或是1、2个月，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买到太好，然后很常出门嘛，就先这样就够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桌子真的很好用，我人生中已经买第3张了。我在纽约的家也有，我把它当床头桌。然后以前第一次租这个房的时候，因为这个房我已经租第2次了，那这个房的时候我有买一个白的，那这次就走一个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角黑色的它的线条感会比较强，比较立体一点。然后这边就先不看了这边有没有东西，生活用品都还没整理好。那这个是沙发。那这沙发也是这个 IKEA 最便宜的一款。那这个是我家以前在这个地下室，在纽约的地下室 Staten Island 那边的时候，我们爸妈就买了这一款，因为空间小嘛，那这一款其实做起来很不错。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IKEA 做做看。如果你比较预算有限的话，这一款沙发其实真的蛮推荐的，因为它很便宜，我记得3000多块台币。然后又真的蛮好做，然后你看我空间这么小，我故意的这边我有把它塞一些，比如说一些包包什么东西，让它比较切齐，这样子我手还可以伸进去拿桌子底下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好看啦。
然后这边呢，我故意让它切齐这样，好，所以这样子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被任何东西给打到，就不会踢到等等的。好，这个功能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以前第一次住这边的时候，我买沙发也是会算准这个距离，我就没有差太多啦，就算准这个距离，让它不要某一个凸出来这样子，不然的话，其实撞到还是会蛮痛的。OK，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我把这个衣架原本放在这边，我把它移到这边来，就那一区都是衣架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我记得叫 Hilux 的这个。其实是户外的这个柜子，然后很多人都会拿来这个铁架就会拿来在客厅里面做摆饰啊，在厨房里面做啊，因为它其实很适合拿来展示，然后再加上这阵子很流行那种金属相关的东西嘛，那它就是以很便宜的价格可以达到一点这样的效果。对，然后最后呢是这一个，最后是这一个这个是我的我买了这个灯，那上面这个是上一盏灯的灯罩的那个东西，然后我暂时拆不掉，也懒得拆掉，那就先暂时变这样。反正这个灯的晕的这个光，我觉得还不错，这东西很便宜，不过它非常的脆弱，如果你有买的话，记得要小心，那个纸真的是非常的薄，你随便一戳，其实就会破掉这样子。对，但灯的效果我觉得很不错，很舒服。对，然后最后呢，我其实有买一些，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很白痴，就买这种纸箱。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纸箱其实还不错啦。如果说你是走这种比较 raw、比较没有那么细致，就是走一种比较原物料的这种风格的话，这个纸箱我觉得搭起来还不错。我记得我买了4个吧，1、2、3、4，对，我就可以去里面去藏一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很乱，像我妈她买这锅子什么的，那我在想怎么藏，这也塞不进去这样。对，但这一些小东西，还有这一些这些袋子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藏在里面，藏在这些纸箱里面。对，然后外面看得到的地方就可能放一些比较好看的东西啊，但目前暂时没有这样子。对，就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还 OK 吧。还 OK， 还有些东西还没丢啊，一些垃圾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还可以 ，OK 吧。OK， 现在呢正在备课，正在备我这个今天晚上现在是6点05分9月1号，然后今天晚上台湾这个时间呢就要马上来到第一堂的这个第6班次的课程了。那现在正在备课，正在复习一下，因为每一次的讲义，然后跟课程内容我也都优化。我其实是认真，一直希望每一次的这个流程跟这个体验，包含学生吸收的这个状况，我都希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这样子。所以对，正在优化。其实说来蛮有趣的，就身为一个设计师就是一个平面设计师、网页设计师、品牌设计师，其实我觉得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体验，就是user experience 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在 UI、UX， 然后还有品牌，然后还有平面设计，其实都一样，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就是有关于这个客户，然后有关于这个接手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使用，然后跟体感、观感怎么样，其实都蛮重要。我觉得这就是设计的本质吧，就是它毕竟是要拿来使用，它要发挥效果嘛。那如果说你 UX 不好的话，它很有可能就让人家觉得卡卡的，或者是吸收不进去，或者是看不懂，或者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之类，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所以每一次都还是尽可能去优化它，这样子。OK， 那就继续工作。这是我现在的这个 setup， 你看一下，它这边有简单的一个灯，然后背景的部分呢，其实没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灯，然后稍微有点光晕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啦。Not bad, right?
对，所以就可能约个，例如说什么餐酒馆啊，或什么大家聊聊天，然后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刚好如果你都在中部或者都在南部的话，你们也是互相有一个可以认识个朋友，然后互相可以聊天，互相加个 IG，然后之后如果什么有需要互相帮忙的话，其实也是都可以多做讨论。那北部的话，目前的话人是比较多一点，在LINE里面投票有到15个人，所以就是说北部我还在找场地。对，但是就大家就不用如果到时候想来的话，就不用觉得说他是什么，我也不会收大家钱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我觉得聚一聚嘛，就互相认识一下啊，总比这个没有好这样子。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认识新朋友也是很不错的。那这个就是不勉强参加的哦。好，那我这边时间也差不多5分了。好，那我这边的这个对话框我就会开着，大家我们先翻到这一个刚上完第一堂课。累爆 ，OK， 真的是累爆。那现在呢，拿了一个这个冰淇淋，也要来尝一下这个冰淇淋了。啊，真的是累爆。OK， 尝一下。哎呦，这是什么口味？来看一下。草莓、樱桃、接骨、木花，里面有整颗樱桃，干超扯 ！Fuck， 你有看到吗？这个整颗，这樱桃，哦，好好吃哦！那虽然说是因为是这个客户，所以想停一下，但我凭良心讲，你真的去买来看。我先不讲其他口味，我自己现在吃到这个草莓樱桃接骨木花这个口味，草莓樱桃粉色的这个，你去吃看，真的猛，真的猛。它口感真的很高级，不知道该怎么讲。虽然说这是我的品牌案的客户啦，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他们的单价稍微高一点，但是你可以买很多的组合，然后其实你也买得起啦。那就是享受一下嘛，把它冰在冰箱里面。你可以去搜寻维纳斯冰淇淋啊，就可以找到官网，就可以直接下单。啊，送的也蛮快的，宅急便直接送到这个7-Eleven。然后你就去领就好了。哦，真的很猛。